一个宁愿伤害自己也不敢直面自己父亲的人，我觉得父亲对他来说就好像是一个怪物，他害怕刘冰，不敢面对刘冰。逃离失败之后呢，想要摆脱刘斌，那只能想到其他的办法，比如杀人。作为法医，只能提出有证据佐证的观点，所以我不做判断。主观观点是由意志来决定的，不代表最终的结论还有事实，无需证据。进。李队，我知道了。我出去了。我们查了监控，案发时刘丽丽在医院，她不是凶手。没有证据的猜想都是浪费时间。你们去调查乘客徐江，他情况如何？那小子已经跑到外省去了，不过我已经联系了兄弟部门，预计明天能够把人给抓回来。这个徐江和刘冰会不会有什么过节？刘冰以前毕竟因为故意伤人罪坐过牢的。没准啊，这个徐江就是小麻将。他呢，在刘丽丽直播自杀时，爆出刘冰性侵刘丽丽的假消息，试图想毁掉她。结果看效果不怎么样，动手杀人了呗。说来说去都是猜测，没有证据能支撑你们的怀疑。求证要小心，推测大胆一点，总归是好的。我们一起吃晚饭吧，师傅。秦明，你有时间吗？他有约了。哦，你也不能先走，这件事要好好清理一下。环环，不然我请你去吃饭吧。我师傅刚刚说让我清理尸检室。没关系，我帮你清理。助人为乐嘛。谢谢你今天替我解围，虽然我并不需要。我就是真诚的想约你吃饭，走吧，去老张的店。真的不愧是董文人口味最好的餐厅，我感动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哎，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你？说好吃的也是你，说想减肥的也是你，所以哪个才是真正的你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世界上呢，有2件事是别人抢不走的，一就是你吃进肚子里的食物，二呢就是你藏在心里的梦想。所以我要做一个有减肥梦想的吃货。你怎么不吃啊？哎，来。你不至于吧？说吧，约我出来吃饭，要跟我说什么？你可能不知道啊，在我们局里呢有一个光荣传统，新来的同事呢会有前辈在工作中或者是生活中进行1对1帮忙的活动。作为后辈，你要配合我，你懂我意思吧？听起来是个很悠久的传统。其实你就是可以把我当你班长，有什么心事啊或者是想法都可以告诉我。我没什么想说的。没什么。你好，这边请。这不是安然吗？算约会啊，也不介绍一下。这是秦明，这是我大学同学周薇，还挺帅的，班长，你品味越来越好啦。他是我同事，我们俩也好久没见了。我也没有想到在这里遇到啊，挺巧的。还有更巧的呢，小雨待会就过来，我跟他呀最近在商量结婚的事。哎，亲爱的，这是我未婚夫方小雨。我们还有工作要聊，就不打扰你们了。哎，别走呀，现在不是下班时间吗？有什么事情比得上老同学相遇更重要了？安然，好久不见，这位是你男朋友？
坐下，快坐。不要打扰人家了，我们去那边坐吧。我让你坐你就坐。哎，对了，班长，你现在还是在做法医吗？我呀，现在在做医美，就是医疗美容。其实我觉得吧，趁年轻的时候多挣点钱也不错，不然啊，就跟这书呆子一样。哎，不过啊，我家小雨啊，她是滨湖大学临床外科的博士，院长啊亲自带她，可器重她了。我爸妈呀也可喜欢她了，说她混得比我还有出息。你们说气不气人嘛？安然，你还好吗？你是滨湖大学临床外科的博士生？是的，你有认识的人吗？郝之修教授是你的导师。你还是个好教授啊，有见识。不过最近2年，他好像都没有再招博士了。我家都跟他打好关系了，虽然还没正式公布，不过他已经是了。我舅舅他自从当上了医学院院长之后，就不再收博士生了。而且他这个人啊，最讨厌托关系，用他的名字招摇撞骗。不好意思啊，用词不当，不过性质雷同。你是郝教授的外甥。这样吧，我给你个建议，如果你真的想当他的学生，我建议你去旁听，我了解他。那就不当了。老板，买单。哎，好嘞。安然啊，这是你男朋友吧？是刚刚调来的同事。哦，也是法医啊。那以后少不了来这儿聚餐，150。你扫码关注老张小厨，给你打8折。好。谢谢。好了，常来啊。哎。谢谢你帮我减肥啊，虽然我不太需要。其实我一点都不羡慕周薇的生活，也不嫉妒方小雨的成就，所以我就一点都不觉得难看。做法医，并不难看。我用我自己微小的力量，去帮助那些不能说话的人。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儿的意义不比任何人小。倒是你呀，像你家学这么渊源，难怪这么出色。我的出色不是因为家学，纯粹是因为我个人的努力和天分。像你这样的人，再不出色就被人打死了。就冲你这句话，本来想请你喝一杯，可惜我不会喝酒。走啊！哎呀，走，咱们喝2杯吧。哎，看我干什么呀？看我！哎呀，干嘛呀？刘丽丽。啊，那个我女朋友喝多了，我送她回家。你认识她吗？哎，不认识。你喝我们这么多酒，说不认识就不认识，酒白喝了。就是。我带你走。少管闲事啊！啊，我跟你说。哎呦我！哎，你站住！哎，你们，你把她放走了，你给我当女朋友是不是？别乱来，我是警察。哎呦，操！当我们第一天出来混啊，拿警察吓唬我们。就是。有证吗？我看看什么警察这是。哎！是老六，弄他，老六，是打走，哎呀，我弄他，追，滚！走，快！你手是不是可以放下来了？刚刚那2个人的容貌特征我都已经记住了，回去我会和林队还有林涛说的。我谢谢你啊，这次真的谢谢你。没什么。刘丽丽为什么会在这里？可能心情不好吧。那我们回家吧。
安然，安然，安然，你干嘛？吓我一跳！我叫你半天了，想什么呢？有什么事吗？我听说某人昨天跟秦明约会去了，不是约会，但是比约会还有意义。一起去了酒吧，还遇见了刘丽丽。对啊，他还为我跟别人打了一架呢。开什么玩笑？身为警务人员去酒吧还打架？正当防卫，我们正好遇到了几个小混混。你们是警察，在外面还是要注意一些。知道了。哎，我有答案了。他应该是喜欢我的。你问他了？当然没有，我是通过事实和细节推断出来的。在我面前聊细节、聊推论，那我又不能直接问他，就只能等他下一步行动了呗。哎，不说我了，说说你吧。彪哥这都送上门来了，你打算怎么处理啊？别跟我提他。为什么呀？到现在连个招呼都没有。李队长，您摆出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他敢吗？你们当初为什么离的婚？哎，这里是警局，你别来这件事情。这怎么了？警务人员还不能离婚了？又不是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儿。我只是不希望我的个人生活被像八卦一样传来传去的。我知道了。那为什么离婚？还问？其实我就是希望你以后对他态度好一点点，不然夹在中间我很尴尬。就好办啊，让他不要出现在我面前。哎，林涛，怎么了？找到徐江了。请进。主任。小秦啊，吃早饭了吗？一起啊。啊，不用了，吃过了，谢谢。有事吗？我是想问您一下啊，我们这里是不是有个传统啊？就类似于1对1，这互帮互助新同事的啊？有啊，这叫互帮互助结对子。怎么了？安然是您给我指派的？没有，我怎么可能让一个女孩子去关心你、帮助你呢？哦，我是这么安排的，我对你，安然对环环。哎，这项工作还没有开始呢，要不要调整一下？啊，不用，我就随便问问。好。哎，进。哎，主任，行政那边让我们出个人跟他出去一趟。那就我去吧。好啊，好。啊，这次行动你给我乖乖待在车里，比较安全啊。你好，我们是警察，问一下，见过这个人吗？怎么样？有情况吗？没有。老板你好，我们是局的，问您一下，见过这个人吗？那儿呢？那。有后门。不看这。哎，
起来！我劝你以后啊，别这么吓唬我啊。就是他害死他爸。他爸也不会死，平时看不出来是这样的人，不会是他直播间那些杀的吧？我天，这个丽丽，我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啊？你还好吗？那女孩是我到底要不要性侵？爱混摇滚圈，可能是你儿伪造的。别给这些钱来钱，他们只会用这样的方式发泄他们对生活的失败。这事儿不怪你，丽丽。以后离他远一点。好，看起来就很危险。你们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走，不看。雷鸣，肯定是因为我直播自杀，我爸接受不了才跳河自杀的。他们说的对，是我杀了我爸。丽丽，你听我说，要不是你爸对我们做出这种事儿，你也不会直播自杀的。你别安慰我了，我是杀人凶手，是我杀了我爸。丽丽，等等，警察说，我爸死之前被人打过。我爸的死跟你没有关系，对吧？希望你没有骗我。7月24日当晚10点到12点，你在哪？当晚9点20分左右，你是不是已经坐上了由刘斌驾驶的出租车？徐江，我相信你已经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我希望你可以如实的告诉我们，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没杀人，反正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信。但是我没杀人。我们查案是讲证据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刘斌右颈部、右枕部和下体均遭受到了攻击，而他身体的左侧并没有遭受攻击。经过这点，我们怀疑攻击他的人是个左撇子，而你就是个左撇子。回答我的问题。24号晚上你在做什么？催债，他欠我钱。怎么催的？徐江，我们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你名下有一家金融公司，在背地里从事着非法借贷业务。你要是老实交代的话，我们可以为你争取减刑。你要知道，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是在帮你。我就是打了他几下，后面他发生什么事我都不知道。我没给钱呢，怎么回事啊？这么点钱，至于吗，哥们儿？干什么？去！
刘哥，初次见面，徐江。哎呀，刘哥呀，兄弟，我对你够意思吧？你说你女儿要上学没有钱，那银行都不给你贷款了，我一出手就是5万。你说你怎么还蹬鼻子上脸呢？这都2年了，什么时候还钱呢？2年前是5万啊，现在20多万，我真还不起。刘哥呀，那你要是不想还利息，你别借高利贷呀。你说啊，要人人都像你这样，那我们的生意怎么做呀？我这做人呐，我就是不能太善良，是不是？你这么着吧，你现在还钱，要不然以后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你看，2个月以后，我一定还熊下。刘哥，你女儿叫刘丽丽，在龙帆技校上学。你要是不还钱的话，我怕她以后日子不好过呀。哎，兄弟，今天你们该打也打了。这钱我也知道一定要还。但是呢，钱是我借的。你们要敢要碰我女儿一个手指头，我马上就报警。啊！报警！我去！手机拿起来看看多少钱？我去！没钱？刘哥，你可以啊！你这手机里15万3千块钱，你不还钱啊？啊！你这么着吧，你把你手机里这钱啊，15万3千全给我，咱俩的债就两清了，怎么样？这个钱我真有用，2个月以后我一定还你们。你说，行吧？找他女儿问问去。走。等等。725-379。725-379，那。谢谢刘哥。高兴啊！那天打完他之后，我请我朋友去吃烧烤，11点多吧。那个烧烤店有没有监控，我也不清楚。反正人不是我杀的。你没有杀人，为什么要逃跑？人死了，我说得清吗？我就没想杀人，我只想要回我的钱。怎么证明你说的话呢？我就说嘛，我进了你们这儿，我没地儿说理啊。我们是讲究证据的。今天你在这里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调查清楚。这个手机是你使用过的吗？对，这是刘斌的手机，我用它转了一笔钱。看看这个视频。可能只有我死了，才能得到真的快乐吧。这是他女儿吗？这刘斌也太不是人了！他跟我说他跟我借钱，就是为了给他女儿上大学呀。我还以为他们父女关系很好呢，怎么？你是小马甲吗？小马甲？我不是啊。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查到监控，在案发前，有一个人骑着黑色摩托车跟踪了刘斌。你认识这个人吗？不认识。有人跟踪刘斌吗？怎么样？监控录像显示，案发当晚10点半左右，徐江等人进入了城西的大成烧烤店就餐。10点半，可是尸检报告显示刘斌溺死的时间应该在11点20左右，这间隔了1个小时啊！我们费了半天的劲，徐江居然又不在场证明，他没有杀人啊！现在怎么办？推倒重来了吧？哎，秦明，你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情况啊？黑色大丽花这个人在每一篇报道刘丽丽和刘斌事件的新闻里面都有评论。他说话一直是向着刘丽丽，一直都在说丽丽的好话，尤其是这条。他怎么知道刘斌是溺水死的？除非他在场。李队，我们刚刚发现了一个网名叫“黑色大丽花”的人，他有可能跟案情有关。看来你们也关注到了这个人。在信管部门的协助下，我们找到了这个人的信息。雷鸣，他就是徐江口中的雇凶者。雷鸣呢是好孩子乐队的吉他手，刘丽丽的高中同学，两人是情侣关系。刘丽丽的男友？那这个人的嫌疑超过了所有人啊！怎么样？刘丽丽，爸，我就知道你来找这个臭小子，1分钟看不着你乱跑是不是？跟我回学校。不要，回去。不要。走。爸，你放开她，她是你的女儿，不是你养的宠物。你们这些大人怎么永远都不知道尊重人呢？你们是谁呀你？你他妈谁呀你啊？住手！撒谎！别，你错过了啊！老子就怕你。你起来，让一个女孩给你挡拳头，合适吗？爸，我已经长大了，我想要我自己的人生。丽丽，爸以前在监狱里边管不了你，现在爸必须管你。我不要你管，你回去坐牢吧！说什么呢？我说我求求你，爸，我求求你。刘丽丽，我告诉你，自从你出生那天开始，你我的父女关系一辈子不会变，除非我死，否则我必须管你。走，让开！我错了，爸，你放开他！你放开他！你再过来，我还打你！你试试！别当真，我肯定会杀了你的。雷鸣，我等你杀我，杀我！走！我肯定会杀了你的。这不就是雷鸣杀害刘斌的动机吗？在案发当晚，雷鸣有可能跟踪了刘斌，徐江等人对刘斌施暴后离开，而当时雷鸣有可能在现场。雷鸣跟这个案子有关，可是我们需要证据。李队，我也想帮忙。好。刘丽丽是你女朋友吗？是。那你认识刘丽丽的父亲刘斌吗？黑色大丽花是你吗？对，是我。你是怎么知道刘斌是死于溺水的？你当晚在场吗？
你们不用再问了。我当晚确实见过他，他害得丽丽直播自杀，我实在是气不过，我只是想去找他理论。我杀他，我没有杀他。23号晚上11点前后你在哪？我在酒吧，酒吧老板还有乐队的乐手都可以给我证明的，还有监控。那可以带我们去酒吧查一下当晚的监控吗？我可以让老板把视频监控发到我手机上。求求你们，一定要帮帮我！我女儿不见了，真的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警察同志，来，你坐。你要帮帮我！冷静一点啊，我来想办法。喂，我长话短说啊。刘斌出事后，陈平一直觉得这个刘丽丽有点不对劲儿。今天晚上他去刘丽丽家了，发现她根本不在家，电话也关机了。他担心她出现轻生的行为。你们不是跟李明在一起吗？赶快问问他，知不知道刘丽丽在哪儿？好，我知道了。刘丽丽平时有没有常去的地方，或者是独处的地方？比如她不开心的时候，她会去哪？丽丽怎么了？我们怀疑刘丽丽会有第2次轻生的可能。雷鸣，你要仔细的想一想，如果这一切是真的，时间可不多了。副队，手机定位到刘丽丽的位置了吗？正进行着呢，这需要时间，急不来。好，启明，出事了。我听说了，刘斌的手机内容恢复了，我去看看。你们先去现场。好。走。有一条录音，看时间点应该是在刘斌毙命前夕完成。丽丽，别跳！丽丽，你别跳！你跳下去，你人生就没有别的可能了。你只要还活着，人生就还有希望的。我活不了了，他们不让我活。谁不让你活呀？网友，他们都在说，是我害死了我爸，是我。
我是杀人凶手，他们都在骂我，他们都要我去死，那我就去死好了。反正我的人生已经毁了，我没有办法再活下去了。丽丽，丽丽，你听我说，网络不是你全部的人生，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别再说了，我什么都不想听。丽丽，丽丽，雷鸣，你还记得我们为什么在一起吗？你是这世界上最懂我的人。你还记得我们说的那句话吗？我给你提供这么好条件，你就给我考这点分数啊？啊？你的爸爸跟我的妈妈是同样一种父母。你爸囚禁了你的身体，我妈囚禁了我的梦想。每天练那破琴有什么用啊？回家我之所以爱上你，是因为我们都是跟同样的。你说话呢。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们的父母刻板的想让我们走他们认为对的路，他们从来都不在乎我们的想法。大人们都该去死！雷鸣，我喜欢你的音乐，我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只有我们懂得彼此，所以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丽丽。最近我成绩下滑得很厉害，再这样下去，清北大学肯定没有希望了。如果我爸再发现我俩玩得好，他肯定不会放过我。丽丽，我认识一些人，他们伪造成绩单能做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我做过很多次了，从来没有被爸妈发现过。清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们能做吗？只要价钱合适，就没问题。不过丽丽，清北大学会不会太夸张了？只要能换回我的自由，我什么都愿意做。雷鸣，如果你真的为我好，你就救救我。好，谢谢你，我先走了。后来我们都如愿以偿了。你骗你的家人说你清北大学被录取了，我骗我妈，让我妈相信我考上了外省的一本。在家里我们都是乖孩子，但其实，在现实的梦想里，我是摇滚乐手，你是小网红主播。虽然总是害怕被发现，但是我们都很快乐呀，丽丽。丽丽，你的头发好看吧？走，排练去。走。虽然那段时间我们真的很快乐，但你知道吗？那都是假的，我不想再装下去了。所以你就做出直播自杀这么蠢的事儿吗？那天你爸来这儿打了我之后，把你带走了，我才终于明白了你的痛苦，丽丽。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你会直播自杀。我没有别的办法了。如果我爸知道了我们发生关系，我和你都没有活路。雷鸣，我是真的爱你，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给过我快乐的人。如果我不能和你在一起，我活着没有任何意义。我既不能阻止我爸伤害你，
又不能摆脱他，我只剩这一条路了。丽丽，为什么这么傻呀？傻吗？对，我的确很傻。所以他们说什么我信什么。他们说的对，我是杀人凶手，是我害死了我爸，我是杀人凶手，是我害死了他。不是的，丽丽，是我害死的你爸。封锁现场，准备安全气垫，快！程女士，程女士，程女士，你冷静点。你现在上去很有可能适得其反，你相信我。丽，你说什么？那天看到你直播自杀之后，网上很多人说你爸爸性侵了你，当时我觉得我整个世界都崩塌了。我内疚、无能、懊恼、愤怒，我感觉我就是个废人，废人我实在忍不了了，我做了一个男友该做的决定。你做了什么？我只是想警告他。谢谢刘哥。哎呀，高兴了。你别过来！我是丽丽男朋友，我今天过来就跟你说一件事儿，以后你别再伤害丽丽了，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的。不可能，我女儿不可能有男朋友。你说什么？这姑娘不完成学业，她不可能有男朋友。就算是有，也不会是你这样的小混混。把药给我，给我，给我！丽丽她要的是自由，给我！她不要你这样的父亲！混蛋的逆子！丽丽，不关你的事儿，全都是我的错。我只是想帮你，我真的没有想害了你爸爸。你不要再伤害自己了，好吗？我才是罪人，丽丽。为什么你们一个个都要逼我？为什么你们都不要我好过？丽丽，丽丽，爸爸从小没文化，吃了很多亏，所以自从你上学，爸爸就盯着你的成绩，忽略了你的感受。现在发现你长大了，成绩也没那么重要，你需要自己的空间。爸爸本来想攒点钱让你搬出去住，可你的学费我还没有还完，爸爸没能耐，以后找男朋友
爸爸爱你。 这是从你父亲手机中恢复的录音，应该是他溺水前留下来的。他知道，只有真正离开你，你才会快乐起来，所以他放下了对你的执念。这对他来说挺不容易的。刘丽丽，你应该听你爸爸的话。丽丽。 你爸都能释怀，你也能做到。不要伤害自己了，好吗？我们重新开始人生，我会为我的错误为你赎罪的。丽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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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丽。 琳达，绿线接触。喂，小王，有一件事情还需要你帮我查一下。 我去拿一下调查结果。哎呀，总算是虚惊一场，这一晚可真够人受的。我只想知道，刘斌当年是为什么入狱啊？卷宗上写着，当年有2个住店客人喝多了，非要拽着陈平进房间。后来刘斌知道此事之后，直接跑到酒店把这2个人打成了重伤。 一个人左眼终身失明，另一个人横截肠破裂，都达到了重判的级别。那也就是说，刘斌是为了陈平而入狱的。如果刘斌出狱后，能够不要那么偏激地对待刘丽丽，或者是陈平，试图理解刘斌的苦楚，或许这一家人就不会4分5裂，酿成这样的悲剧了。哎，雷鸣的父母接他回家了吗？ 刚走，雷鸣的母亲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坚定说他自己没有错。他认为自己的儿子就要管一辈子，所以他现在决定把雷鸣带出国留学，逼他退出乐队，和刘丽丽断绝来往。可能在他母亲的观念里，玩乐队的就是坏孩子，只有读书成绩好的才是好孩子。这种偏见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解除啊？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因为有些人，他们一辈子都不会改变。小青同志，你太悲观了，你应该向林涛同志多学习一下。至理名言，哎，怎么啦？我总觉得哪里很奇怪。那又悲观了吧？负能量。你们回来啦？ 事情我们都听说了，真是万幸。刘斌的心脏病理检验报告。哦，在这儿。死者刘斌冠状动脉内体遇到血栓脱落栓子，心肌倾斜性梗死。唉，作为一个冠心病患者，一旦栓子脱落了，就会造成大面积的心肌梗死，短时间内就会丧命。死者有溺水征象，这也就说明了死者在落水的时候还是活着的。 栓子脱落导致他失去了自救能力，确切的说，他是在心脏病发前就溺水而亡，有点奇怪，是挺奇怪的。什么奇怪？刘斌遇袭溺水，心脏病发，可他怎么有时间还给刘丽丽录下一段遗言呢？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身受重伤的刘斌靠着本能反应游回了岸上。剧烈的运动和外界的刺激下，他很有可能再次引发心脏病。但此刻，他只想对自己的女儿赎罪。爸爸，爸爸爱你，爸爸爱你。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出现了。你又是谁？刘斌他现在只有一条活路，他拼命地游向对岸，但这个时候他的心脏病已经发作了。所以删除键就这样沉入了湖里。所以你的意思是又冒出来一个凶手？我都听傻了我。我以我的推论来看，就可以解释现在所有的疑点。但凶手的动机呢？还有那个删除键，是什么情况？感觉跟普通的不太一样啊。这和刘斌的过去有关。我拜托小王帮我调查了刘斌的过去。技术部门刚刚给我调查结果。10年前，刘斌以人间正气的网名，对一个网红女孩进行了攻击。星星知我心，本名张雅欣，16岁，癌症患者，曾患重度抑郁症。为了让她振奋精神，当时的护士长郝之云为她建立了一个个人账户，就是为了让她展示她在医院的阳光生活。她乐观的生活状态吸引了很多的粉丝，但同时也招到了很多的黑粉。最终，她不堪重压自杀了。刘斌呢，其实是一个父权观念极重的人，他曾以女性直播就是不守妇道的言论，在网上对张雅欣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攻击，是最活跃的黑粉之一。你们是怀疑刘斌遇害和这件事情有关系？秦明是这么觉得。证据呢？特制的删除键，这是凶手的自我签名。这里怎么这么多死鱼啊？鬼知道啊！刘斌身上没有任何被电击的痕迹，电击致死并不是导致刘斌死亡的直接原因，但是我的推断至少可以证明，河岸旁边一夜之间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那么多死鱼？不足为证，这一切都是你的臆想。我在要离开龙帆市的前几天，收到了一封匿名信，里面也装着这个删除键。我认为这是凶手对我的挑衅。现在显而易见，杀害刘斌的人另有其人。至于对方为什么要救刘斌上岸，我相信他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是想把这个删除键放到刘斌身上，这就是所谓的电击凶手签名行为。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和刘斌案是否有关联，并没有证据佐证。刘斌的出租车上的行车记录已消失了，这个你能解释吗？我并不否认真凶另有其人，刘斌曾是键盘侠，但真凶为此就报复行凶，这番说辞我不认同。还是那句话，除非你拿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据。好。
10年前，死者郝之云溺水而亡，他的手中有一个同样的删除剑。彪哥，你是当时的竹简法医吧？难道你都忘了？ 我没有时间跟你讨论当年那桩没结的案子，我只关心眼前的这桩悬案。郝之云是张雅欣的护士长，同时也是让她成为网红的推手。刘斌是抨击张雅欣的网暴者，他们和张雅欣的自杀都有所关联。我说了，说说眼前这件案子。李队，刘斌案凶手在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恐怕我们要打一场持久战。李队。 是我。发现一具失蜡化尸体，大家准备一下，我们去勘察。今天就到这儿吧，下班。秦明，我想问你，为什么要把刘斌的案子跟10年前的那件案子联系在一起？我查了卷宗，才提出10年前的案子。我问的不是这个，我是说为什么要查10年前的陈年旧案？好奇吧？可能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执念。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不可理喻？秦明，那件案子是不是跟你有关？回家吧，明天早上还要出外勤呢。如果需要帮忙的话，就跟我说。谢谢。